古迹灵异经历。渔温岛炮台的建设可追溯至清朝时期。清朝康熙年间，17世纪末，清廷从郑氏政权手中正式收复台湾与澎湖，并将澎湖划为福建省下的一部分。尽管清廷对台湾的统治长期采取轻视与不积极开发的态度，但澎湖却因其地理位置位处闽南与台湾海峡中间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，而成为军事重地。进入19世纪后，清朝国力渐衰，列强虎视眈眈，东亚局势日益紧张。尤其是中法战争 1884-1885 年爆发前后，清廷深感海防薄弱，因此由刘铭传与福建水师加强了澎湖与台湾沿岸的防御工事。渔温岛炮台的建设正是这个大时代军备强化的一环。当时为了防御外敌入侵，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期间，清政府加强了澎湖地区的防御设施。渔温岛因其地理位置优越，成为重要的军事据点。当时的清廷处于内忧外患之中。鸦片战争后，列强逐步扩展势力，清朝被迫开放港口，割地赔款。而法国对越南的殖民行动更进一步触发了中法战争，澎湖即是这场战争的焦点之一。当时澎湖居民多为来自福建沿海的汉人，主要以渔业、简单农耕与盐业为生。每当天色微亮，成群的渔民便驾着小船出海，捕捞青鱼、乌鱼、石斑等海产。家中妇女则从事晒鱼钱、编织渔网的工作。岛上房屋多为老古石、珊瑚礁石建成，抗风耐盐，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建材。清代澎湖民风淳朴，信仰深厚，家家户户敬奉妈祖、王爷与土地公。当地庙宇密布，不仅是宗教信仰中心，也是村落集会、分配渔获、处理纠纷的地方。渔民出海前常至庙中焚香祈福，信奉还有神灵，无可违逆。因地处边陲，澎湖驻有福建水师，军民关系密切。军人常需驻防岛屿，维修炮台，巡逻港口，而当地百姓则提供日常补给，支援建筑工作。炮台兴建期间，不少渔民兼任工匠或搬运工，形成一种特殊的军民互助生态。日治时期的强化建设。1895年，台湾进入日治时期，日本政府对澎湖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化。渔温岛炮台被重新设计和建造，成为日军在台湾的重要防御工事之一。此时期，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受到军事活动的影响，许多家庭成员被征召入伍，或参与炮台的建设与维护工作。庶民生活的变迁。在军事设施的影响下，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。原本以渔业为主的经济活动，逐渐被军事相关的工作所取代。居民们在炮台附近开设商店、食堂，为军人提供日常所需。然而，战争的阴影也让人们对于死亡与灵异现象产生了更多的关注与敬畏。建筑结构。渔温岛炮台的建筑融合了中西方的设计风格，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：主炮台区设有多座大炮，面向海域，用于防御外敌入侵。弹药库位于地下，用于储存弹药，并具有防爆设计。指挥所设有观测台和通讯设备，供指挥官指挥作战。士兵宿舍供士兵休息与生活之用，设施简陋但功能齐全。渔温岛炮台的主要功能是防御澎湖海域，防止外敌从海上入侵。在战争期间，炮台发挥了重要的防御作用，保护了当地居民的安全。此外，炮台也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场所，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渔温岛炮台逐渐失去了其军事功能，转而成为历史遗址。目前，由澎湖县政府文化局负责管理与维护，并对外开放参观。场馆内设有导览解说、历史展览，让游客了解炮台的历史背景与建筑特色。此外，为了维护场馆的日常运作，政府安排替代役男在此服役，协助管理与导览工作。以下则是以此的过往改编的故事。
当我还在替代役新训中心时，大家最期待的其实不是放假，而是抽单位。那就像命运的转盘，有人抽到市区办公室爽爽过，有人则被派去偏远山区或无人小岛。那天午休时，班长像是早已等候许久，神秘地笑着走上讲台说：“你们这一梯有人会去澎湖，听说那边的渔翁岛炮台很热闹哦。”我们一阵骚动，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他却只说：“到时候你们自己去问管理那边炮台的前辈吧，他们比我还会说。”语气轻松，但眼神却闪过一丝古怪的迟疑。我还记得抽签那天，我一边祈祷抽到都市单位，一边咬牙打开小纸条：澎湖县马公市国定古迹渔翁岛炮台管理站。2周后，我搭上飞机抵达澎湖，转车，再走一段小坡道，终于抵达炮台所在的半山腰。当时是秋末，空气带着咸咸海味，风从山坡往下吹，冷冽干燥，夹杂着海边的湿气。当我拖着行李走进炮台园区，那建筑立刻给我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。整座炮台呈半圆形，内部有数个射击孔、火药库与通道，墙面由深色的花岗岩砌成，历经百年风蚀已斑驳不堪。炮台中央是一个露天圆形区，两侧各有楼梯通往观测台，旁边则是办公室与一间简单的警卫室，我日后的驻点。刚报到时，一位在地员工阿成哥热情地接待我。他看起来50多岁，瘦高身形，说话总带点鼻音。他带我绕了一圈炮台后，在警卫室泡了杯茶，忽然语气一转：“小弟你运气不错，现在秋天比较安静，不像夏天，风比较杂。”我心头一震，问他是什么意思，他笑而不答，只说：“你新来的，晚上如果听到风吹声不对劲，就别乱出来看看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座炮台其实建于清朝末年，为了应对西洋势力的威胁。据当地文史资料记载，刘铭传时期下令加强澎湖海防，便在这海甲突出处修建渔翁岛炮台。它的墙体厚达1米以上，当时可配置12寸大炮，专门防范从海上来袭的外国军舰。不过炮台真正参与战事是在1885年中法战争时期，法军舰队一夜之间攻下澎湖。据说当时守炮的几十名士兵来不及撤退，就被炮火活生生埋在炮台的底层。有些人还躲进弹药库被烧死，连尸体都找不到。炮台在战后荒废了一段时间，日治时期有短暂整修，也做过军需仓库，直到战后才列为古迹，但因年久失修，加上地处偏僻，长期无人驻守，这也让它成为了当地人流传灵异故事的温床。正式勤务的第3晚是我第一次夜班，夜里风特别大，我坐在警卫室看着监视器，画面不断抖动。炮台内部没装摄影机，只有外围几个镜头对着出入口与展览馆前的小广场。午夜12点，风忽然停了，像是有人一口气抽干了整个空气。我打了个冷颤，耳边的虫鸣与风声全消，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。然后我听到从炮台内部传来低低的拖行声，沙沙沙，像是有人拖着湿布在地上摩擦，又像是军靴拖着脚步在石板地上缓慢行走。我压低身体，看着窗外，但什么都没看到。我掏出手电筒，犹豫要不要出去。刚开门，寒意便扑面而来。走几步后，我举着灯光照向炮台中央平台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就在我准备转身时，后方的风口忽然啪的一声重击，像是铁门被甩上。回到警卫室后，我坐了一夜，浑身僵硬。隔天白天跟阿成哥提起这件事，他脸色一沉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塞给我一串小木雕佛珠，说带着吧，安心。有一次去山下村庄的杂货店补货，店老板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。她听我说我被分发到炮台，皱眉道：“你晚上千万不要走进炮台里面，那里不是只有死人而已，以前还埋过日本人的东西。”我问她什么意思，她说她小时候
炮台还没整修时，大人们都说日军战败前在那边埋藏军用电台与弹药，还有一堆没运走的东西。有人去挖过，回来后没几天就生病过世。我在那里待了8个月，之后也还经历过不少奇怪的事，像是凌晨3点时无故响起的脚步声，办公室自动开关的电灯，摄影机突然干扰一整晚。每次我向当地人提起，他们都不太惊讶，只会说他们就是还在啊，还守着那座岛。最后退伍前的一晚，我特地绕了一圈炮台，站在观测台远眺整片海面。风很大，耳边呼呼作响，但我没再感到寒意，反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眼神注视着，既陌生又熟悉。我朝那炮台深处轻声说了句辛苦了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如果你问我那些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，我只能说那座炮台不只是石头砌成的军事建筑，它更像是一座沉睡的记忆载体，收纳了历史的痛、战争的恨与时间无声的叹息。在那里，每一阵风，每一声回音，都可能藏着曾经守卫过这片海域的灵魂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